Get away from me! No! I exist! I exist! I exist! 整座城市电力系统突然瘫痪，被黑暗笼罩的人都会凭空消失，衣服、眼镜等外物全都留在原地。还没消失的人要想活下去，只能找有光的地方躲藏，不然就会被墙上越来越多的黑影吞噬。然而永夜即将降临，剩下的人在这场诡异的吞噬中能活下去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一部超自然惊悚恐怖电影《消失在第7街》。一个商城电影院人满为患，放映员保罗确认电影正常放映后，头戴照明灯啃着苹果看小说。小说内容跟罗诺克殖民地有关，内容相当乏味，还不如借口买可乐去撩前台的美女。然而等他回到岗位，电力系统突然瘫痪，除了他头上的照明灯，周围全都被黑暗笼罩。原本闹哄哄的放映厅莫名安静，灯光照进去，只见观众全都消失了，外面的走廊也没有人影，地上却到处扔着衣服。更恐怖的是，在备用电源开启后，保罗跑遍了整栋商场，也没有看见人群，只碰到一个拿着手电筒的保安。保安觉得他们被耍了，有人在制造恶作剧，消失的人随时都会回来。可是在他经过服装店时，突然看到里面有人，保罗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等保安单独走进服装店的黑暗中，里面忽然响起窃窃私语，接着就听一声尖叫，保安也原地消失了，现场只剩下保安服和手电筒。这时备用电源接连瘫痪，周围再次被黑暗侵袭，保罗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，猛然有个黑影向他冲过来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也一片黑暗，护士玛丽拿着手电筒到处找人，只在急救手术室里看到一个被开膛破腹的病人，病人痛苦哀嚎求救，可是还没等玛丽做出反应，手术室的电源突然断了，玛丽吓得手电筒掉在地上。然而等她捡起手电筒，病床上的病人居然凭空消失。随即附近莫名出现嘈杂的窃窃私语声，玛丽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赶紧去找自己的小儿子。怪事频发的一夜后，太阳照常升起，男主卢克在家里醒来，他没找到妻子佩奇，以为对方上班去了，自己赶紧洗漱出门。奇怪的是，不仅妻子没喊他起床，电视和手机都没电了。一楼走廊里到处扔着衣服，前台还没有保安值班。卢克只觉得一头雾水，准备看报纸了解情况，哪知道那份报纸是昨天的。大厦外面也乱糟糟一片，马路上全是随便停放的车辆，整座城市更是寂静的宛若荒岛。一架从城市上方经过的飞机都没能幸免，直接从高空坠毁了。卢克赶到公司也看到了相似的场景，公司里也没有人上班，黑暗中总是传来莫名其妙的低语声，还有黑影在暗处乱晃。卢克本来想，既然手机无法联系妻子，就用无线电试一试，孰料无线电他也电量为零。这时他发现有一扇门动了一下，赶紧跑过去看情况。等卢克再次出现，已经是3天后了，黑暗再次笼罩整座城市。他拿着手电筒在街上找能发动的汽车，可惜所有汽车都无法启动。他钻进一辆车里休息时，突然有个男人疯狂冲上来，要卢克开车门让他进去。卢克下意识锁上了车门，不过男人并不是坏人，只想问卢克借一点光。眼见卢克见死不救，后面还有黑影在追他，男人只能慌不择路，先逃为妙。可惜他还是被黑影追上，一声尖叫后就消失了。卢克这才从车里出来，在马路上到处找食物充饥。不远处有个小女孩目睹了卢克的冷血无情，吓得愣在了原地。卢克本人反倒心安理得，运气也非常不错，竟然找到一辆还有能源的车，还在车上发现一柄手枪。这时他听见附近有歌声，连忙循着歌声跑过去。小女孩不敢和卢克为伍，看着渐渐在黑暗中聚拢的黑影，选择往相反的方向离开。卢克根据声音找到一家酒吧，酒吧里灯光充足，好似还在正常营业，但推门进去后却看不到人，估计也全都消失了。卢克到处搜罗电池，还坐下来喝点小酒，感慨人生无常。哪知道他情绪还没发泄呢，酒吧的灯光一阵乱闪。几天死里逃生的生活让卢克顿觉危险，拿着枪直接跑地下室查看。没想到在下面看到了备用发电机，
这就能解释酒吧的电灯为什么亮着。刚才灯光乱闪，估计是发电机不稳定导致的。卢克赶紧上手修，修完看到墙上有一道门锁上了，正想走过去查个究竟，后面突然出现一个小孩，还拿枪对着他。卢克也看出他很害怕，索性释出善意坐下谈谈。这才得知小孩叫詹姆斯，他母亲在这家酒吧上班，全城被黑暗吞噬之后，有人来酒吧说教堂有灯光，于是那位母亲跑教堂去了，让詹姆斯在酒吧等，每小时给发电机加油，如果教堂有光是真的，再回来接詹姆斯过去。詹姆斯因此一直在酒吧等。卢克说：“你别等了，现在是上午11点，外面还黑得跟深夜一样，你妈妈应该早没了。要想活下去，就跟我一起逃到别的城市，不然等发电机汽油耗尽，你也难逃一死。”詹姆斯不相信卢克的话，情绪激动地跟人吵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疯女人闯进来，抓着詹姆斯问：“你看到我儿子了吗？”这位疯女人就是之前的护士。卢克本来想单独离开，哪知道护士突然朝他俩开枪，还倒地痛哭。这种情况詹姆斯肯定应付不过来，卢克又留下来了。不久后，护士情绪稳定，跟他们说了自己的经历。之前护士在医院上班，抽空去外面点根烟解乏，岂料刚点燃打火机，整栋医院就断电了，里面的人也跟着消失了。等护士反应过来不对劲，跑回家找家人时，果然发现儿子和丈夫都没了。这家酒吧是她丈夫以前经常来的地方，因此想过来碰碰运气。不同于卢克一直用手电灯光保命，他靠的是大量的荧光棒。但护士不觉得自己是幸存者，反而认为他们活下来的都是被抛弃的。还没等卢克问他话里的意思，外面忽然传来求救声。卢克本想坐视不理，詹姆斯和护士却想救人。三人一合计，卢克还是循声找过去了。求救的人是放映员保罗，他头部流血，躺在公交站，身体行动不便，好像受了重伤。卢克在被黑影追上的最后一刻，将他带回了酒吧。护士赶紧给保罗处理伤势，同时得知了对方的遭遇。保罗在商场备用发电机瘫痪后，有东西在黑暗里给他打晕了。等他再次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马路上，头戴照明灯还有一点电，于是奋力跑进公交站的灯光中躲藏。可是他总觉得有没脸没人身的影子在附近徘徊，还对着他窃窃私语。保罗心里慌得要命，只能大声求救。机缘巧合被卢克救回来了。处理好保罗的伤势，四个人坐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。他们都认为科学无法解释黑暗吞噬人类，外星人绑架人类更是鬼扯。信仰基督的护士给出一个想法，他们没跟其他人一起消失，是因为以前犯过罪，现在是罪有应得，遭到了惩罚。卢克让他别胡说，但两人还没争论几句，酒吧的灯光又闪烁个不停，附近的黑影也虎视眈眈朝他们靠近。四个人只能去地下室修备用发电机，顺便关掉几盏灯节约电源。中途，卢克询问被锁上的门，詹姆斯表示那是应急通道。保罗没有卢克那种心思闲聊，他现在精神高度紧绷，对着发电机一通狂踹，以至于发电机更不稳定，引来更多的黑影在周围徘徊。不过等他镇定下来，想起之前看过的那本小说，洛诺克殖民地人口有上百人，但在1587年英国供应船去收货时，竟发现那里的人全都不见了，只剩下衣服、食物和家禽。供应船的船员派搜寻队去找人，最终只在栅栏上找到一个词，没人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。保罗却认为那是一种警告，预示人类历史将会重启。其他人都因他的猜测面露恐惧，可他们没办法追问保罗，因为这人又伤势发作倒下了。卢克想起自己去公司找人，走进那扇莫名动了一下的门后，他进入了控制室，在电视上看到播报天气新闻的妻子，但妻子还没讲完解说词，整个场地就断电了。卢克一帧帧回放，隐约能看到妻子在黑暗中尖叫后，她的身体忽然消失，现场只留下一套还竖立的衣服。之后，卢克在隔壁房间看到一则广播，一位主持人在全程断电后，他听到了8年前死去的兄弟在黑暗中喊他。这事儿发生的非常玄乎，但主持人已经找到保命的方法，那就是尽量靠近灯源。卢克根据这个方法苟活了3天，现在听到保罗的猜想，他更坚信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赶快逃去其他城市吧。护士又搬出他的信仰，说不定黑影所处的地方是天堂，他们现在的处境才是地狱呢。所以在找到儿子之前，护士哪里都不想去，他不想让儿子单独在地狱里遭罪。
卢克都听不下去了，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。事发那天早上，他收到一个卫星广播，声称有跟他们相同的幸存者，只要去芝加哥就能得救。现在他刚好知道一辆有能源的车，只要把车推过来，用发电机的电点火启动，他们就能开车前往芝加哥。这话让所有人都心动了。最终4个人兵分2组，詹姆斯留下来照顾保罗，卢克带着护士出门推车。那辆车离酒吧不算太远，但2个人推起来都很吃力，也就没能及时赶回去。就在这期间，酒吧出事了。保罗因为伤势，整个人处于半清醒状态。他没想过节约电源，反而让詹姆斯打开音响放歌。詹姆斯在音乐中回忆起往日的酒吧生活，那时候这里还一片欢腾，母亲会在吧台热情招呼客人。不过詹姆斯没能回忆多久，他还要分心去照顾保罗。没想到在给保罗拧毛巾时，酒吧的灯光竟然直接灭了。等灯光重新亮起，在卫生间拧毛巾的詹姆斯也没了踪影。保罗赶紧到处找人，直到进入地下室时，他看到上锁的门竟然自动打开了。门后是一条灯火通明的隧道，里面传来詹姆斯的呼喊。保罗跟着声音走进隧道深处，但在他抵达隧道尽头，打开尽头的那道门后，却发现门后居然是一堵墙，这里根本没有詹姆斯。隧道的灯光也渐渐熄灭，大量黑影在降临的黑暗中吞噬了保罗，但真正的詹姆斯却没有消失。他身上带着护士留下的荧光棒，在酒吧短暂陷入黑暗中，依靠荧光棒逃过一劫。刚才的一切都是保罗的幻觉。等酒吧灯光恢复，只见桌球台上只剩下保罗的衣服。另一边，卢克和护士也遇到了危险。2人在推车回来的途中，手电筒的电量严重不足，还遇到了到处乱跑的小女孩。2人本想把小女孩带走，哪知道对方见到人就跑，追都追不上。卢克在追人时差点被黑影包围，幸好关键时刻护士打开了汽车的远光灯，但汽车的能源有限，2人一直躲在汽车前面也不是办法。护士想到这边离医院很近，于是带着卢克利用剩余的光源跑进医院，找到藏在值班室的火柴，点燃了临时制作的火把。为了让火把燃得更持久，护士又去仓库取酒精。然而他刚刚拿到酒精，便听见外面传来儿子的呼喊。护士什么都顾不上了，直接推门去找儿子。岂料马路上并没有他的孩子，只有蓄谋已久的黑影，在护士出去后将他瞬间吞噬。卢克吓得抓起火把往外逃，拼尽全力将车推向酒吧。在詹姆斯差点被黑影蛊惑时赶了回去，利用备用发电机仅剩的电量，他俩终于启动了汽车。原本走到这一步离希望也不远了，无奈关键时刻詹姆斯看到了教堂，教堂灯火通明，成了整座城市最闪亮的一栋建筑。詹姆斯顿时不淡定了，认为自己的妈妈在里面，不顾卢克的阻止，独自往教堂冲过去。灯光明显是詹姆斯的幻觉，但卢克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，抛下詹姆斯，自己开车奔向芝加哥。然而他在路上看到了保罗说的那个字母，这让卢克改变了主意，调转车头回去找人。在詹姆斯差点被黑影蛊惑时，卢克驾车冲进教堂，远光灯驱散黑暗，也赶跑了盯上詹姆斯的黑影。然而詹姆斯却坚持要找妈妈，加快速度跑向教堂深处。卢克只好下车追人，可惜他的腿受伤了，跑不快，汽车更在失去控制后自动熄灭，远光灯也应声关闭。卢克在那瞬间似乎看到妻子的身影，仅仅在原地停留一瞬就消失了。詹姆斯反而因为旁边有大量蜡烛，安全度过危险重重的一夜，迎来了阳光普照的新的一天。同时活下来的还有那名小女孩，她手拿太阳能手电筒，坚定地告诉卢克，只要有太阳，手电筒就能用。随后和卢克走出教堂，乘坐莫名出现在门前的瘦马，于落日余晖中前往芝加哥。电影《消失在第7街》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整体看下来就一句评价：虎头蛇尾。前面悬念噱头铺垫的非常强，看到被黑暗吞噬的人类都变成黑影时，免不了会想他们还有没有自我意识，黑暗中的世界又是什么情况？真跟护士说的一样，是天堂吗？可惜导演没有解释这种设定，反而把剧情老套的归结到宗教信仰上。人只要有信仰，坚定活下去的信念不动摇，就不会被吞噬。
比如独自在黑暗中活下来的小女孩。但是细想之下，会发现一个超级大 bug， 整座城市只有小女孩信念坚定吗？其他大批消失的人难道不想活着？不过要是把小女孩和詹姆斯看作天选之人，这个 bug 也不算 bug， 只能说这部电影烂尾了而已，白白浪费了非常有克系味的好设定。好啦，我的解说也到此为止，宝子们别忘记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